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们今天为大家来介绍这辆 Golf 1.4双增压更换活塞的过程。那以往呢，我们是针对 EA888它吃机油的部分啊，来去针对它来去更换那个活塞跟活塞环还有气门的部分。那这辆6代 Golf 1.4它双增压有什么通病呢？它其实通病就是因为它双增压系统，所以它的增压值比较大，所以会造成它的活塞有裂掉的疑虑。那这辆车我们冠伟也检查过了，那所以我们也判定说它的活塞可能有问题。那这个东西来让冠伟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所准备的修包以及活塞这样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等一下会来把引擎分解拆开，然后更换它的活塞。那我们这次用的是德国副厂的 KS 活塞，但它的强度比原厂还要强。是改良过的。对，这是改良过的。也就是说换了之后可能就不会再有活塞裂掉的疑虑了。对，好。这个车其实当初在福斯原厂好像10台有8、9台都碰到这样。这个蛮容易遇到，尤其是在双增压的车上。对，所以这也是后来为什么福斯不去做双增压系统，因为他们当初出了这个双增压之后，确实在福斯原厂也碰到很多开没多久就爆活塞的案例，对吗？对，因为这通常就是有改装的车才会爆活塞嘛。啊，像这种车，它的就算是原厂，它也会爆活塞，就时间到了就爆了。对，如果你有改 ABT 的原厂晶片，那爆得更快。对，好。那这是改良过的活塞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强度也比原厂的好多了。那这个呢？这是大小修包。对，这是它的引擎修包。那我们就是拆开啊，还有什么垫片啊，都会一并做更换，这样它才不会就是更换活塞之后，然后漏机油。那这部分就请冠伟辛苦开始动工咯。那之后我们在后续的拆装过程，我们再做一个记录分享给大家。谢谢。现在要把它的传动轴拆掉。
开，那这样我们才可以上去那个引擎吊架。那我们现在把变速箱的螺丝都拆掉了。这是近期习惯。那我们现在要拆的这个东西是涡轮。现在在拆的那个是水泵，它也是蛮容易坏掉的东西。那它这个外面跟里面，一个是控制水泵浦，一个是控制它的机械增压，摆在这边。那它如果机械增压的部分坏掉的话，它会有故障。那如果它有声音或是会漏水的话，也有可能是它。
那这是高压棒，那它也有可能会坏掉。那它坏掉的情况，可能就是它这边里面的橡皮坏掉，那导致它汽油跑到机油里面去。那这是它的顶筒。里面蛮黑的，看得出来，它之前的机油可能都是用不符合标准，那才会造成它的油腻。你说换比较厚还是？就是不符合，就是我们不是有什么504、507吗？嗯，原厂符合的要的是504、507的，那它有可能不在范围内，或是它可能机油用比较差，或是它比较久才会导致它，你看它里面跟外面正常应该是要一样的颜色，那这个也不会到。那这如果一般呢、啊，再多勤换油一点会变好吗？如果已经变色的话就来不及了，除非有一些就是用油泥清洗的油下去轮杠，它有比较亮一点，那其实它原本颜色就是一般铝的颜色。我们可以看到里面也都是油泥，但这其实蛮脏的。就第一次打开看到那么黑、那么脏的，这是它的气门摇臂。这是气缸盖的螺丝。那你看，它这边没有油的部分，就是原本的颜色，按它油泥导致它整个颜色都变得不一样。我们要把气缸盖拉起来。是气缸床垫片，这拆掉就一定会换掉。那之前影片有说到我们没有换，应该是它刚好没有拍到，对，不然你这个装上去它一定会漏气。
那我们现在来拆油底壳。那你有看到吗？这个是活塞环，它已经断掉了，然后跑到油底壳了，代表还在这边。看，这是活塞群。那等一下拆下来，你就可以清楚的看到。就是要点一个记号，然后呢，我们装回去的时候，就会依这个记号把它放回原本的位置。那我们现在把活塞拿出来。这边可以看到，它这边底部是破掉的，然后这边第二层也都断掉了。这个活塞应该说它这台车原本有问题，就是会抖动。那我们检查出来是它没有钢压。那没有钢压的部分，就是因为我们气缸里面是一个密闭式的空间，然后这个活塞这个东西，它会有1环、2环、3环，前面2环是气环，最后1环是油环。那它如果它气环跟油环的中间有裂掉、磨损，或是你的那个气环不良的话，会导致它漏气。那漏气就会在一个密闭式的空间，让它气从这边流出去，那它压力就会不够，那就会导致它燃烧不完全，点火不了，然后就会导致它抖动。对啊，如果这个裂料没有及时处理的话，它的碎片会把气缸壁刮伤，那它的就会有更大扩大的损失，那你可能整个气缸都要换掉。这个目前看起来是没有怎样，可是我们也一起做预防线的更换。不然你看它现在如果第一缸已经断掉，那如果这个沿用的话，它可能开没多久就断掉。这个看起来也没有怎样，它就是有严重的积碳。那积碳的来源有可能就是你机油比较差，也更容易积碳。
我们现在引擎内部的活塞都组装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组装引擎周边的所有零件。那这个是水泵，这个垫片。哦，好。因为这久了，有的都会压扁。对，那它密封性会不好。那我们就是上一个原厂的，就是不敢装，它可以增加它的密封性。这是机械增压，那它就是由这边这个皮带，这个皮带去带动它，让它这边转，然后增加它的增压压力。这是进气管，那它中间有个阀门，那这个阀门的作用就是控制它机械增压跟涡轮增压的，就是开启。然后我们现在装的这个是涡轮增压，那我们现在来更换它的后曲轴油封，因为这油封如果不换的话，它久了就是会从这边漏油出来，那它油漏到下面会在变速箱跟引擎中间，就是这底下会湿的，都是机油。那这个是我们是叫原厂的后曲轴油封。我们先把旧的拆下来。这是原本的故障，那我们把它消掉，等一下出去做个入试。我们现在里程数是11521，那我们等一下去开圈回来再跑一个电脑，看它是不是已经把这个故障排除。好了，反正我们现在要去试车了，对，然后就试试看它会不会有什么抖动啊，或是引擎灯啊，或是其他故障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路试了13公里，那目前引擎灯跟 EPC 灯是没有亮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再回厂内做个那个电脑检测，然后顺便把车顶起来，确认说，底下是不是不漏油啊，或是其他有什么问题的部分，再做一个详细的检查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捷运汽车。那以往呢，像上次之前介绍的，我们都是维修它吃机油的部分。那这辆10年的Golf 1.4双增压，
它比较特别的是，它有个通病，就是活塞会裂掉。也就是说，它双增压虽然说它的动力比较好，那相对的它的风险性也比较高。那原厂后来也比较就没有再出双增压系统，就是之前师傅们也在原厂也处理了很多类似的情况。那除了这个活塞的部分，还有什么需要再注意的吗？这支气门有伤到吗？这气门没有伤到，气门是没有伤。如果它的气门是没有伤到的，它代表说它就是会没有钢压是它造成的。那如果我们拍下来看的时候，它如果活塞是正常没有破损的话，那就是会去检测这个气门，看它有没有破损。我先跟大家报告，如果你单纯处理这个活塞环换新，还有那个大小修包，这样弄起来的话，我们的费用是49800。如果加气门的话，大概就是如果它气门送去给人家整理，然后换气门油封跟换气门的话，大概是12000到15000之间，因为我们会去检查说它每一缸的气门是不是都是有气密的。好，再见。像它刚来的时候，我记得它是有点抖动的状况嘛。对，就是我们所谓讲的沙卡。对，就是一缸不一缸有点。对。那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声音是正常的，然后引擎也没有去做震动的感觉，然后路式增压什么都 OK。你有插过电脑，也有看过这个 OK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我们针对1.4活塞去做更换的所有的维修的过程分享给大家。如果有需要的朋友，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0917-435-209。我们的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立贤路61号。谢谢大家。